Hello， 亲爱的观众老爷们，早中晚上好，这里是旭日梦，好久不见啊！今天这期视频呢是2026年3月份最新的模组推荐。2月份呢共发布了268款模组，本期视频推荐其中的20款。第一款更多的绰号，这个模组啊，名字机翻的话是行动回声啊，起了个好名字，非常贴合这个模组内容。具体的话是新增了132个绰号，有前缀有后缀，正面负面中性的都有。获得的方式啊，或者说是影响的因素呢有很多，比如说出生的情况、某一场战争的结果、死亡的方式，还有声望、信仰特质等等。推荐可以订阅试一试，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第二款集权封建制改进国人作者模组，而且是首作。看数据的话，算是2月小爆火的模组了。具体模组内容在描述中写得很详细。简单来说呢，是新增了一项名为继承权的封建契约。4个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呢是传统时期，封臣的继承不受限制；2级强制分割；3级的话，作为领主可以否认臣子的继承合法性，在死后如果不乖乖的交头衔给领主，那么领主就会获得头衔的强宣称。4级就直接改成总督了，不过这个总督呢并非是原版的总督，而是有一定的调整。4级的继承权会解锁总督任命偏好，这里呢又是4个总督的任命等级偏好。除了这些契约之外呢，还有围绕着主题的一系列的法律决议和事件，很推荐大家订阅试一试。订阅之后的封建制可玩性应该是高了不少。第3款拜占庭继承法扩展，作者认为呢，原本的拜占庭各种政变啊、篡位什么的，在游戏中根本没有得到好的复原。由此出发，作者呢开发了这款扩展模组。首先，拜占庭默认改为了长子继承，而总督们可以通过外交、阴谋或者直接武装夺取政权。赢了之后，前任皇族的男性成员强迫出家，大规模处决家族成员，没收所有头衔啊，非常残酷。喜欢玩拜占庭小伙伴可以订阅试一试，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第4款自定义活动等待时间，在游戏中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你举办了一场活动啊，有的宾客呢千里迢迢的从很远的地方来，导致这个活动启动时间啊甚至会长达1年。作者呢于是就开发了这样一款模组，可以通过决议自定义所有活动宾客到达时间的限制，只要定的时间到了，立刻开始活动啊，就这么一回事儿。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和无一汉化，订阅任意并删除假中文即可生效。第5款荣誉称号，这款模组呢与上个月战术战斗是同一个作者。这个模组呢是从战术战斗中拆分出来的一个小功能，具体呢很有趣，玩家可以为自己或者是分成授予特殊的荣誉头衔，这些头衔呢是动态生成的，会根据这个角色的文化、信仰、首都位置或者家族来定制生成。除了定制之外呢，还有一个 HUD 按钮，可以打开一个管理头衔的界面，授予荣誉头衔或者撤销头衔还是可视化的操作啊，非常精致的小模，推荐订阅试一试。另外作者呢说自己这个失业了，现在是 homeless 了，短期内应该不会再有更新了。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与无一汉化，订阅任意即可生效。第6款记住活动选项啊，字面意思，开启了模组之后，每次打开活动界面的时候，选项会预选上次选择啊，就这么简单的功能啊，避免重复操作。发布3周收获了2800订阅啊，这个数值也是很夸张啊，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7款自动升级建筑，虽然说是自动升级啊，但实际上呢是通过决议来实现的一键升级所有可升级的建筑，并且呢如果通过决议升级是没有建筑时间的，一键升级好。来自生活方式或者别的地方的修正呢不生效，原价升级，即使有国库也是扣个人的财富啊，看得出来还有不少的问题，期待作者之后能有更完美的表现。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啊，我推荐订阅国人作者开发的自动建筑师，虽然修正也不生效，也没有建筑过程，但是起码有 UI 界面可以调整建设范围、周期和预算，并且角色有国库的话会扣国库。发布至今近1年半，仍然稳定更新，推荐订阅这个。第8款去除全球疱疹啊，没错，字面意思，一键清除世界上所有的疱疹啊。作者说呢，他有个存档玩巫师集会，混进来一个疱疹的携带者，然后光速感染了整个集会。有了这个模组呢，就能治疗疱疹了啊！大家这个按需订阅啊，本地化整合与集成汉化。
第9款艾尔登法环，全部转化类模组啊，背景呢是同名的动作类游戏，目前还是纯粹的半成品啊。至于本地化，你别说汉化了，就哪怕是英化那也是半成品，所以也没有上传好的翻译模组。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尝鲜试试看啊，我猜测应该还会有后续更新的啊，我们一起观望一下。第10款突厥世界扩展，突厥爱来了。这个模组呢，参考了中世纪突厥人头骨的现代人类学复原图啊，为不同的突厥文化引入了手工制作的角色 DNA， 为突厥增加了新的文化传统，重新构建了突厥语言结构。作者表示，未来还会继续更新，补全所有的突厥文化啊，真的是大爱突厥。本地化整合于集成汉化与无一汉化，订阅任意即可生效。第11款无畏生活方式模组修改了军事生活方式的右线，新增了一条无畏线，与侠义骑士互斥。其中最具特色的那一定是可以通过杀人获得恐怖值了啊，属于是侠义的对立，还是蛮有意思啊，就是体量小了一点，大家可以订阅试试看。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第12款统帅之王，虽然名字和描述都是中文，但应该是机翻的。作者来自 Puerto Rico 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应该是围绕着打仗设计了一些事件和特质。如果选择和士兵一起冲锋啊，那么会获得战帅特质，并且特质可以升级。反之，如果受伤了，那可能就当场就死了啊。总的来说呢，还是很平衡的啊。作者描述到，支持全语言兼容 AGOT。第13款基于吸引力的勾引、求爱、结婚、忠诚的灵魂伴侣和情人啊，国人作者模组啊，纯粹的、毫无争议的、100%灵异的纯爱战士。订阅模组之后，游戏中新出生或是生成的角色将有概率获得深情特质，他们会拒绝所有来自非恋人、非灵魂伴侣的诱惑或浪漫尝试，并且不会主动的去勾引别人啊。大家按需订阅。第14款多人游戏稳定性提升，联机游戏玩家的福音。这个模组移除了大规模伤亡旅行事件，如果有玩家掉队，会更快的降低运行速度，精简了活动的过场动画，1、2、3档的速度降低了 50%， 事件弹窗等待时间延长，移除了无能状态等等。联机玩家推荐订阅试试看。第15款羞辱叛徒啊，怎么说这个模组呢？可以把击败后的敌人拖到宫廷中奴役起啊，新增了一些宫廷职位，比如说这个脚凳啊、洗厕所之类的职位，来这个羞辱雇佣啊。本地化整合与集成汉化，有假中文。第16款卡拉迪亚之王测试版汉化模组终于发布了。卡拉迪亚之王测试版中新增了奇坎战团剧本啊，战团中6国可玩的宣传者角色，冒险者可以在酒馆遇到坎伊的同伴，以及制作组对坎伊地图之外的势力的原创和地图西南角西撒哈拉的扩图，汉化程度100%，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要试试看。第17款转化你的领地信仰宗教与文化，这个也是 AI 翻译啊，作者并不是国人，非常简单的一个模组啊，完全不平衡。订阅之后呢，在游戏中可以通过决议一键洗地，100块钱转一块文化，100虔诚转一块信仰。作者呢用 AI 做了本地化处理，大家可以按需订阅。第18款要求释放家族成员啊，很简单小功能啊，新增了一个分成互动机制，允许要求释放被臣子囚禁的家族成员或配偶，如果拒绝就引发叛乱，赢了就释放囚禁成员，输了就被废黜啊，就这样一个功能啊。本地化整合于无一汉化。第19款历史走向，这个模组增加了一些针对867剧本的游戏规则，使得一些即将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得以延续。作者表示呢，这个模组不如历史入侵那么全面，但是很多调整呢都是旨在改善现有机制中的历史设定，比如设置一些倾斜，让一些事件呢大概率发生这样子，或者让历史上没有发生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发生。大家可以订阅试试看。本地化整合与集成汉化。第20款也是最后一款啊，火星人都是老大啊，一眼定真，鉴定为国人作者模组，功能非常的简单，开启之后，游戏中所有生成的火星人都会长得一模一样，他们都有着一张相同的脸，没错，就是老大，包括火星人女性也一样啊，全部都是老大啊，按需订阅，按需订阅。好了，本期的模组推荐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对您有所帮助，请务必3加关注。不知道大家对本期哪款模组最感兴趣呢？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这里是徐人梦，我们下期见。